如果你的阿嬷有一天出门买菜，突然忘了回家的路，他该怎么办？在拉丁马市，答案可能是一张旧椅子。没错，就是地铁上那种拆下来的旧座椅。社区把它们搬到了街头巷尾，重新刷漆，重新命名，叫求助椅。老人家走累了可以坐，迷路了一坐上去，社区里的守护灯就会被点亮。不只是椅子，还有贴了贴纸的咖啡店。受过培训的清洁工和巴士车长都成了守护者。关于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新加坡给出的解法不是简单粗暴地把老人送进封闭式养老院，而是通过系统性适老化改造，把整个城市变成他们最安全的家。今天我们来梳理新加坡养老服务指南。本期视频不仅教您为父母申请建屋局乐龄益计划完成居家改造，还会带您深度剖析社区如何通过低成本微治理，编织出从家门到社区的无缝安全网。想提前规避养老隐患，请看到最后。最新人口普查显示，本地独居长者比例正持续攀升。为此，卫生部不断迭代成功老龄化行动计划，其核心研判是最优质的晚年生活是让长者在熟悉的社区居家养老。然而，随着长者视力、平衡感衰退，居住了几十年的祖屋极易变成充满隐患的危险区。浴室常年湿滑的地砖，卧室到客厅哪怕几厘米的高低差，都可能引发极其严重的跌倒事故。物理空间的绝对安全是居家养老的基石，因此，将适老化改造精准下沉到每个祖屋单位，彻底消除隐患成为政府首要任务。这也是建屋局升级乐龄益计划的根本原因。为父母申请这项改造，不仅是提升居住舒适度，更是为生命安全提供最坚实兜底。那么子女该如何利用政府资源为父母居所进行安全升级？这就需要详细聊聊建屋局的乐龄益计划，也就是 EASE 计划。只要祖屋单位内有65岁及以上新加坡公民，或60到64岁但需要协助才能完成洗澡如厕的公民，即可直接申请。EASE 计划精准打击居家环境最致命的3个痛点，提供3项核心基建改造。第一项，对现有浴室地砖进行专业防滑处理，这是预防跌倒最有效的方式。第二项，在浴室及屋内需要借力的关键节点安装高强度墙面扶手。第三项，针对房间与客厅存在的高低差或大门台阶，定制安装单步或多步坡道，确保轮椅顺畅无阻。关于大家敏感的费用补贴，政府提供了极大财政倾斜。根据家庭收入水平和祖屋房型，补贴比例最高可达 95%， 意味着原本需要上千新币的工程，居民最终只需自费几十到100多新币，用一顿聚餐的钱换来父母未来10几年的绝对居家安全，这笔账极其划算。申请流程目前已高度数字化，完全无需排队，只需通过建屋局官网，使用 SingPass 登录个人主页，在我的祖屋选项下找到 EASE 电子申请通道，线上提交即可。官方指定承包商会在几周内主动联系上门评估施工，对日常生活干扰降到最低。强烈建议有年长父母的朋友今天立刻核查，若未改造，请马上提上日程。屋内隐患排除了，接下来看长者走出家门，这座城市如何全方位保护他们。EA4 计划彻底解决了屋内的物理安全，但这仅仅是第一步。当父母走出家门去底层散步或去附近巴刹买菜，他们面临的是另一个维度的严峻挑战。特别是对预估在2030年将超10万人的失智症群体来说，熟悉的社区可能会瞬间变成陌生迷宫。这里我们分享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治理样本：拉丁马市区启动的守护灯计划。面对失智长者走失的高发风险，该计划展现了极致的人文关怀。社区动员基层力量，将退役的旧地铁座椅重新粉刷，精准安装在长者高频出行的路线旁。对体力衰退的老人来说，这就是随时可以坐下喘息的安全岛。更巧妙的设计体现在寻路系统上，为帮助失智长者认路，
社区在墙面和柱子上专门绘制了他们大半辈子最熟悉的蔬菜图样，比如红山药、长豆、包菜，这些零技术含量却高度贴合本地生活经验的视觉提示，成了长者脑海中最温暖有效的导航仪。只要看到长豆，就知道快到家了。同时，路交局也在全岛老年人口密集的住宅区大力推进银区计划，通过设置减速带、收窄车道，大幅延长过街绿灯时间，在物理空间上全面让步于长者的步速。从旧地铁座椅的废物利用到银区道路的重新规划，真正的适老化设计绝不是把老人隔离保护，而是通过极低成本的社区微更新，让城市自然包容他们的迟缓与遗忘，让长者走出家门依然能体面地感受到尊严与安全。为了彻底破解社交隔离难题，新加坡在城市硬件之外构建了一张庞大的软性社会互助网，核心枢纽就是康健乐龄中心。这些密布于全岛祖屋区的中心，是真正的社区健康引擎，提供定期的血压、血糖监测、科学体能训练及高频社交活动。更重要的是，中心在长者之间建立起了深度的邻里互助生态，鼓励健康老人去帮扶身体较弱的老人，重新赋予他们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感。在失智症友好社区建设上，新加坡同样走在前列。以义顺试点为例，防护网早已突破医疗人员局限，社区咖啡店老板、超市收银员甚至巴士司机都接受了专业的干预培训，他们能敏锐地通过异常行为辨识出迷路的失智长者，并熟知第一时间该如何安抚情绪及联系援助。此外，像海军部村庄这样的综合性项目更是代际融合的典范。它将长者住宅、医疗中心、小贩中心和社区公园垂直整合在同一栋建筑内，底层是充满烟火气的商业，中层是专业医疗，顶层是静谧的社区花园。年轻人早晨上班时，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把父母留在充满活力且随时有照护资源的社区环境中。对抗衰老和孤独，最好的解药从来都不是冷冰冰的智能警报器，而是真实的互动与守望相助。总结来说，新加坡市养老策略非常清晰，通过建屋局乐龄翼计划扎实的硬基建，叠加守护灯计划与康健乐龄中心无处不在的软关怀，用无数微小精准的政策细节，稳稳支撑起长者晚年的尊严与绝对安全。作为子女，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我们或许无法做到全天候陪伴在侧，但完全有能力，也绝对应该利用好这些高效的政策工具，为他们打造零隐患的居住环境。如果您父母的祖屋至今未进行过适老化改造，强烈建议今天立刻登录建屋局官网查验申请资格，千万不要等不可逆的意外发生后才去懊悔补救。关于日常照顾年迈父母时，你还遇到过哪些难以解决的痛点？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如果您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